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比特币依然在65200美金附近，但我们看到这轮行情，比特币虽然只有13%左右的下跌，但包括 ETH 在内的几乎的山寨，我们通过今天 AI 困的云图来看都出现了暴跌行情。那么这轮行情，我们认为 ETH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是本轮行情最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在这个指标上，我们通过日线分析来看，那么目前为止，它上方在日线级别上存在一个黄色的由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压力位，到达压力位附近之后，开始了迅速的下跌行情。同时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构成了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的一个压力位，让 ETH 再次回到了下跌行情当中。然后我们回到 ETH 对 USDT 的交易对当中，可以看到 ETH 对 USDT 这轮行情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那这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反弹到收敛三角形的中线位置3600美金附近之后，迅速由于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压制作用快速下杀，并且呢，目前已经跌破了下方的一个波谷连线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位。然后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日线级别再往下走的话是日线级别169均线和144均线，再往下走是200日均线。那上方的144均线在3200美金构成的支撑，如果到达这里的话，我们认为以太坊将会完成它本轮行情日线级别的一轮下跌西游。那么通过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我们可以看到本轮对于以太坊来说，它完成了多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再完成第3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到达唐僧阳线之后做出了调整动作。那么行情走到5月中旬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的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然后伴随了快速调整。那么新的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上方是有8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它的调整和震荡不足，因此呢，目前它正处在一个位于4000美金到3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大幅震荡的一个区间。那么在这个区间逐渐收复前面行情当中由于上涨和下跌形成的筹码缺口之后，以太坊才能够回归正常。同时呢，我们看 BNB 本轮行情走势也非常极端，我们可以看到收敛三角形完成突破之后，做出了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目前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在600美金到580美金是一个箱体结构的一个支撑带，这个支撑带如果能够支撑住的话，行情将重新回到震荡走势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通过收敛三角形画出当前的收敛三角形，如果能够持续维持震荡的话，我们将会把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焦点移向后方。那么可以通过比特币的日线结构，我们看比特币的日线结构目前和 BNB 的日线结构基本上类似相仿。在比特币的结构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日线级别上，我们打到永续这里面我画的非常清楚。永续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收敛三角形是内嵌了一个箱体结构，可以看到收敛三角形内部的箱体结构，那么震荡正在发生，下方的支撑位是在62000美金附近，这是以太坊永续的一个支撑位。所以呢，目前比特币正在完成它的收敛结构，即使下跌到6万美金附近也没有什么特别担心，因为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早在3月份就走出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是有8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走完第4轮次线级别上涨西游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但是呢，后面的行情我们看到了一组干扰性 K 线，那么类似的干扰情况呢，我们看前面行情当中经常出现这种类似的干扰情况。可以看到，打个比方，在23年6月，我们看到悟空阳线之后，后面的行情经历了非常漫长的干扰性 K 线，直到23年10月，比特币月行情才出现回暖，我们才看到了一轮通往73881美金的超级大牛市。那么这轮行情走到6月，我们认为6到10月份也是这种行情，伴随了更加恐怖的下跌和震荡。但是下跌和震荡结束之后，在今年10月，我认为比特币月的行情当中，比特币会冲击10万美金重要关口。其实一轮行情，我认为和打王者荣耀是类似的。
如果你能够把握住多头，把握住底部的位置，那么一定要攻击敌方的泉水，守在敌方泉水的位置，等待对方英雄出来之后绞杀他们。那么如果行情出现震荡，你就要在行情当中找到板块轮动的机会，有点像王者荣耀当中有敌人对方英雄的野怪啊，在野区里面打怪的英雄，杀死野怪英雄，争取资源之后，自然能够在行情当中抓住更多的在震荡板块轮动这样的机会。那么现在是一轮下跌的行情，那下跌行情怎么做呢？在王者荣耀当中，如果敌方实力过强，我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塔。这样呢，在塔下，那么塔是带有进攻属性的，敌人过来之后，塔会帮助我们防守。那么我们实力不足，但是塔会帮我们防。所以在行情当中，我们如果遇到下跌行情，守住自己的筹码，守住自己的本金，在高位即将感受到风险的时候，就要设置止损，并且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及时执行止损，把筹码牢牢抓住一部分的同时，更多释放出自己一些本金，等待行情下跌到预期点位之后，才是我们大展拳脚的时候。因此呢，这轮行情没有什么过多可以说的，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冷静，保持清醒，不要丢失了筹码的同时也丢失了自己的本金。在行情当中重新，特别是这轮牛市在调整过程当中是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但是这些机会一定是在自己拥有本金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取。包括之前我们说的 FIL， 那 FIL 之前有过一定的表现，那目前为止重新回到了底部，这样是再次给了我们一次机会。那么这种机会在牛市当中很难出现，千金难买牛回头，所以呢一定要重视目前回调的机会，耐心等待行情二次触底之后再分仓进场。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感谢大家，再见。